Hello，大家好，好久没有跟大家来更新影片了。虽然影片的开头呢是在我的房间里面，不过今天分享的内容主要还是我的车子本身。那在去年呢，我上传了2支关于车子的影片，那一支是5个实用的改装，另外一支呢是8个我买来放在车上使用的东西。那如果还没看过影片的观众呢，可以点击影片上方的资讯栏查看哦。那车子改完以后啊，每天开车或者平常在滑手机啊，我就会大概想一下还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改、可以加强的齁。那我觉得改车是我买车以后最大的乐趣来源之一了。因为每一次的改变啊，都会让我在开车之前非常的兴奋跟期待这样。然后最近呢，我大概确认一下，我想改的是车子的避震器。虽然车子的底盘呢，在去年已经安装了副车架螺丝的衬套了，不过开久了还真的有点麻痹了哦，就是改完的那个感觉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了啊。然后原厂的避震器，我觉得它的调性真的是偏软哦，所以车子在经过一些比较不平整的道路啊，车底摇晃的程度，我觉得还是有改善的空间。当我确定要往避震器的这个方向处理以后啊，我接到了一位车友的私讯，他说他看了我去年发的那一支改装的影片，他想知道衬套的安装位置在哪边。那我找了之前拍的记录，然后提供给他，顺便问他原因，才知道一开始他也是因为车子的摇晃的问题，他先装了衬套看能不能改善，结果呢改完了之后这个问题还是存在，所以呢他又决定把他的避震器换掉。结果这样子的组合啊，反而让他的车子变得很死硬，然后开起来很不舒服，非常的难开。那也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呢，我就打消了改避震器的念头。可是不把避震器换掉的话，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还真的有我在施工之前啊，建议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自己的车子的避震器有没有漏油。有漏油的话也是可以处理，只是效果没有那么好。我这次找的店家呢，他的施工方法是这样，他会利用2种涂料涂在避震器筒身的外层。那每一支避震器呢，它都会涂，基本上会涂个3层。然后施工完成之后啊，就会开出去试。避震器软硬度如果觉得不够的话呢，还可以再做调整。那施工完了之后啊，我就去平常会走的那几条路试了又试，我觉得避震器的性能调整完之后变得更扎实了。那更具体一点讲，大概可以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车子经过一些小碎震啊，可以感觉得到避震器就处理掉了，几乎不会传递到车体本身哦。那如果有压到比较大的坑洞啊，在还没改之前，车子就会左右摇，而且会摇到大概第3或第4下才会稳定下来。现在顶多就是第2下车子就稳定下来了。那第二个呢，就是当车子在过弯的时候，在还没施工之前啊，车子会因为转弯，然后加上路面比较不平整，导致车子就会跟前面提到的一样，就是会晃好几下。那现在就是抑制的很好，进弯就是很稳的就过去了，即使速度比较高一点，也是很有信心。那最后啊，我觉得对于刹车的稳定度也有提升啊，尤其在情况比较紧急的时候突然急刹踩刹车，车头是很稳定的，不太会像以前就是车子会这样点头的情形。而且车子快停下来的前一刻啊，稍微放一点的刹车的踏板车子的刹停的效果可以感觉得到是很有质感的。那以上呢是我调整避震器以后感受得到的改变那乘坐起来真的舒服很多，真的很神奇。不过讲那么多啊，这样的工法有没有缺点？其实是有的因为涂料的效果，根据老板的说法，大概可以维持3到5年，也就是说它的效果不是永久性的。不过我觉得对于改装避震器来说还是相当的划算因为改一套避震器下来大概也要2-3万，而且至少是2-3万我这样子问下来的话，所以这样子的改法还是相当的划算而且老板表示做完如果你感觉是没有效果的话，他是不收费的我觉得他敢这样子保证
代表他对于他的产品是相当有信心的。那也确实经过我这样子施工，然后试车，确实这样子的做法是真的有效的。好，最后啊，我想大家如果有想要改避震器的话，有预算的话，当然是直接换，它的效果会是比较好的，而且可以根据你的用车需求啊，做比较精准的调整。那如果你预算有限的话，我会比较建议，可以试试看我今天介绍的这个方法。当然，装衬套也是不错，只是我觉得它的效果，这两种我使用起来，我觉得直接调整避震器是比较有感的。那以上的方法呢，提供给大家参考。那另外店家的资讯呢，我会放在影片下方的那个资讯栏里面啊。大家如果想要更深入、更详细的了解的话啊，再请大家前往查看哦。好了。我们现在场景回到车子的旁边，那影片的第二个部分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台车从牵回来到现在即将在这个月满第4年，基本的保固已经结束了。那后面这2年呢是延长加保的部分。那在持有的这段期间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台车的零件耐用性怎么样啊，回原厂出保固的次数到底多不多？那我们首先呢，在车头这边，我在使用上有发现2个问题，只有一个有成功出保，另一个没有。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前镜头，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前镜头它坏掉的原因是它的不晓得是太阳晒太久还是怎么样它的镜头啊开启的时候有点白白雾雾的，并不是完全看不到。然后那时候跟原厂反映的时候，他也是毫不啰嗦，直接就同意让我出保固了。好了，我刚刚讲到原厂不同意出保的呢，就是这个灯壳。那个灯壳呢，在白天的时候看，其实看不出来有什么坏掉的地方。但是呢，我转个角度给大家看一下，大家有看到这个灯壳的外壳都有出现这种发丝纹，而且很多，几乎所有的灯壳都有这个问题。那我回去原厂的时候，他是跟我说，因为我们这个灯壳呢碰触到洗车剂的影响，所以才导致它变成这样。可是呢，我牵回来大概1年多2年吧，就开始局部的范围，就是大概会从这边，然后慢慢的扩散，慢慢扩散到整个表面都是。那我知道外面坊间也有人在处理这个灯壳的情形可是处理完以后大概2年之内，这个问题还是会跑出来。回原厂的话，他们也可以处理，不过呢，费用就是很贵，2边车灯吧，大概就要1万块。然后呢，施工完以后，他们也不敢保证这个问题会不会再出现。我就觉得这部分真的还蛮瞎的。接下来呢是第3个问题，给大家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我们先解锁车门。然后呢，再把车门关起来。大家有发现有哪里不一样吗？就是这个车子的后照镜不晓得为什么它在打开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点好像卡卡的。用这个角度给大家看。我们再开锁，有没有？就是有一点顿顿的，然后收折起来就比较没有问题。右边也是有一点这样的情形，收折都没有问题。这个问题呢，我反映给原厂他们是说先帮我上一点油，润滑一下里面的齿轮。不行的话，下一次的回去保养的时候，再让我出保做更换。结果我反映了大概2-3次吧，也没有同意让我出保。那我觉得不影响我平常的使用所以到最后呢，这个问题呢，我也就不再管它了。这样。好，那我们现在进来车子里面我们要启动这台车子的引擎之前呢，我们不是都会先踩刹车吗？给大家听一下我之前录的一段影片。那一阵子我想说，我每次踩刹车怎么都有一个很奇怪的那种咔咔咔的声音。那后来才发现原来是这个
换挡旋钮底下有一个电磁阀，因为不晓得什么故障原因，我踩下去呢，刹车踏板跟它好像是联动性的，就是一踩下去它就会有那个声音。那这个部分呢，我第一时间反映给原厂以后，他们也是很直接就不啰嗦，就让我出保固了。可是呢，一样的，我问他这个问题换了这个零件之后还会不会发生，他也是跟我讲，他们不敢保证这个问题不会再发生了。下次如果还有声音，一样再回原厂处理。那我觉得零件的本身的问题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很彻底的解决。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方向盘底下这边这个 ST 我原本不想贴上这个贴纸的，是因为某一天的晚上车子内灯光很暗的时候，然后我就在停红绿灯吧，停着我就顺手摸到这边，奇怪这边怎么有一个类似凸起来很像脏东西的东西，我就去抠它，结果抠完之后回到家才发现它这个漆有一点在脱落了，我不晓得这样拍不拍得出来。就是呢，这边被我抠掉一小块部分了，就是这边呢就有一个凹洞。然后呢，这种问题我已经懒得回原厂处理了。我就想说，好吧，那既然有个凹洞在那边，那我就找个东西来把它贴住或怎么样。所以呢，我就找了这个贴纸来把它贴回去。它是黑色的，那整体这样看起来其实也还不错啦，最后就是用这种方法来解决了，不然没有办法。好了，我们现在来到车尾这边，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倒车显影，一个是避震器。那这个倒车显影它不像我们刚前面提到的，就是还可以看，只是画面白白的，它不是，它是整个直接蓝屏，直接不让你看。然后这个问题重新启动以后就这个问题就不见了，我也不晓得什么原因，反正就是重新启动，然后它又好了，所以呢，我也没有再回原厂去做处理。然后至于这个避震器避震器我换过一次，上一支影片有给大家看过嘛，原厂也是没有多讲什么，直接让我换了。现在看到上面这个亮亮的，就是我们影片的第一个部分做的调整跟升级。我觉得避震器出保这件事，原厂的认定标准其实我也觉得蛮有问题。他不是说看到漏油他就帮你换了，他是要漏到好像一半吧，就是这顶端这边有没有？漏到在这个阶段，他才会让你出保。其实我觉得很奇怪它明明就是漏油，然后你要漏到什么程度才让你出保？这一点我是觉得还蛮瞎的。刚介绍的这些问题我看几乎所有拥有这台车的人也同样会遇到这些问题。然后呢，原厂有没有做召回的动作？有，我有收过2次。结果呢，那这2次的内容都不是我刚刚介绍的这些问题，反而是要求我们回厂去把客货车的那根铁杆以及椅子复位我真的不知道该讲什么。好啦，今天的影片呢就差不多介绍到这边。那大家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再帮我按赞，还有分享，以及订阅我的频道。那我会持续做一些比较跟车子相关有趣的影片给大家。好，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收看，拜拜。